大家好，我是静。今天我们来做非常好吃的咖啡酥皮面包，一款外形像妈粉一样的面包。搅拌桶里加入300克高筋面粉、5克速溶咖啡粉、30克糖、3克的盐，搅拌混合在一起。最后放3克的活性干酵母，避免酵母和盐直接接触。然后加入150克牛奶、1个鸡蛋，这2种材料都是冷藏过的。用机器和面，一档先把所有的材料混合成团儿，然后高速打成光滑的面团儿。测试一下面团儿，如果能打成粗模比较好。这款面团对面筋的要求不高，如果没有机器，完全可以用手揉面。揉到大致光滑就可以加黄油了。无盐的黄油25克。先低速搅拌，让黄油和面团充分的混合，然后高速打成光滑的面团。打至手套膜最好，但是夏天的气温高，不要为了单纯的追求手套膜而让面团的温度太高。像这样的精度完全可以了。如果没有机器，用手揉面，把黄油揉进面团，揉至光滑就完全可以了。把揉好的面团表面整理光滑，放在大碗中，加盖放置温暖处，让它发酵至2倍大。正常的常温发酵大约需要1个半小时左右。用烤箱的发酵功能发酵也完全可以。不管用什么方式发酵，要注意观察面团的大小。发酵至2倍大，并且用手指搓一动，没有回缩，没有塌陷，说明发酵刚刚好。简单的按压排气，取出面团，直接放在操作板上，平均分成12等份。每一份都像这样，光滑面向下，然后四边拉伸向中间折叠。最后整理成一个光滑的小面团。准备好一个12连的妈粉盘，直接放入整理好的小面团。其余的面团也照样做好。没有妈粉盘的也可以直接用纸托。收圆的面团直接码入妈粉盘内，不需要进行2次造型。全部做好后加盖保鲜膜，让面团发酵至 1.5 倍大。常温发酵大约需要40到50分钟左右。利用发酵的时间可以来做表面的咖啡酥皮酱。30克软化好的黄油，加入25克糖粉，喜甜的可以加到30克，充分的混合在一起，直到这样完全混合到丝滑的状态。30克全蛋液，分3次加入，每一次加入搅拌至完全混合的状态，再加入第2次。需要提醒的是，鸡蛋液是常温的状态，鸡蛋的温度太低会造成水油分离。搅拌一定要充分，这样才能混合得更好。搅拌好后，加入30克面粉、4克速溶咖啡粉。这些材料一定要过筛一下，因为咖啡粉的颗粒比较大，直接加入咖啡粉无法融化，从而出现大量的咖啡颗粒。最后充分的混合所有的材料，
最后形成没有干粉、没有咖啡颗粒、比较丝滑的咖啡酱。像这样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做好后加入裱花袋备用。面包生胚在常温发酵40到50分钟左右，注意观察一下，体积变至1.5倍大。轻按面包生胚的表面不塌陷，并且有缓慢回弹，表面会留下一点压痕，就说明发酵好了。这时候就可以在面包生胚的表面均匀地挤上一层刚才做好的咖啡酱。喜欢吃这种酥皮的，可以挤得稍微厚一点。烤完以后你就知道这个酥皮酱真的是太好吃了。挤得不好看也没关系，因为在烘烤的过程中间，它会完全的混合在一起。准备一小把开心果，生的就可以，然后切成小碎粒儿，做表面的装饰用。没有开心果也可以选择其他你喜欢的坚果。切碎后撒在咖啡酱的表面。全部做好后就可以直接烤了。烤箱要提前预热好，风炉170度，平炉180度，烤18到20分钟左右。注意观察，上色满意后就可以加盖锡纸继续烤，避免颜色过深。出炉后马上脱模，移至架子上自然降温，避免面包底部积聚湿气。用马粉盘来做面包，形状是不是特别可爱？而且大小正合适，非常方便享用。烘焙的过程中间也不会因为整形不好而变形。覆盖在面包顶层的咖啡酱，在烘烤后形成一层薄脆的焦糖外壳，但是面包体又非常柔软，整体面包吃起来有明显的黄油香，同时混合着微苦回甘的咖啡风味。好吃程度你吃过就知道了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别忘了点赞、分享和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我是静，我们下次再见。